此情此景，李长寿诗兴又起，但想了想，还是机智地选择了放弃。师妹面前，还是不出来丢人了。灵娥秀眉轻轻皱着，对师兄此前为师祖献药的行为提出了些微的异议。师兄，我们帮师祖做这事儿，会不会有些不太妥当？灵娥的手指缠绕着一缕秀发，小声地问着。自然是不妥的，李长寿淡然道。现如今两个人已经是发展到这般地步，任何多余的推力都会导致意外发生。忘情上人又是那种难以简单描述的性格，如果真的让小师祖用这种方式得手，在药效解除之后，两个人该如何面对彼此？灵娥顿时有些纠结，小声道：如果是两情相悦，那也应该没事吧？也不对，有可能会因此而闹得不愉快吧？如果忘情上人感觉他被冒犯了的话。他扭头看向一旁，不敢直视身旁的师兄，脖梗都有些泛着红晕。既然是这样，师兄，你还给小师祖那个东西？放心吧，那是假的。啊？李长寿淡定的一笑。可还记得我曾经因为王琦、刘燕儿之事训斥于你？灵娥轻轻颔首，委屈巴巴的道了一句：师兄，你那次骂人家那么凶，这么多年都能排前3了，怎么可能忘掉？李长寿轻笑几声，解释道：刘燕儿与王琦也是两情相悦，但刘燕儿当时依然在犹豫不决。感情之事并非单纯是对彼此钟情就一定会有结果的，还有诸多的考虑因素。男女之情是人世间经常被提及的话题，因为这是凡人最重要的3件事之一。但是一个人并不能只有感情，自身应该有其他的方面，比如说修行上的追求。若将自己一切的念头完全寄托于某段感情，只会让这一段感情变得畸形，且越发沉重，最后无疾而终。再看忘情上人，同理罢了。他可能会顾及他的道，也可能会顾及他如今在门内的名望。总而言之，用强肯定是不行的。灵娥听得似懂非懂，师兄似乎回答了他的问题，但又像是没回答什么，甚至师兄还趁机教育了他一顿。可是师兄，现在的重点是师祖以为那是那啥的药，如果没有效果，师祖怎么办？李长寿不由得笑眯了眼，捏了一枚鲜杏干放入了口中，慢慢嚼着，言道：这个要看师祖如何选择了。师祖若是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，即我们的关系应该可以更进一步了，忘情上人答应了，且喝下那一瓶培元液之后，哪怕自己没什么异样，他也会向前迈出一步。若师祖不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只是暗中下药，那忘情上人喝酒之后自然毫无异样，如此你我自然不沾因果。灵娥担心道：若师祖怪咱们怎么办？师祖过来问罪，咱们只需要一句忘情上人修为太高，也就应付过去了。这么复杂吗？灵娥在旁边听得小嘴微张，表情略微呆滞。只是一个用药不用药的选择，师兄怎么也有这么多套路？果然，用同样的办法安排师兄，完全行不通呢。这边李长寿话语一顿，有些失望地看着灵娥。这里面的道理如此简单，你竟然没能悟出来？师兄，灵娥抬手抵在李长寿的面前，低声道：不必多说，文字经500遍，师妹这次心甘情愿认罚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言道：
我不是要罚你如何，你一定要多看，多思考，学会透过表象看问题的本质。师祖开始了。灵儿顿时也来了精神，朝着李长寿身旁凑了凑，一同看着柳树下那小饮小酌的二人。柳树下一壶酒饮罢，江灵儿又拿出了另外一只酒壶，对忘情上人轻轻眨了下眼。那个，要不要再喝点？可。忘情上人含笑点头，话语虽然简短，却透着一股温柔。李长寿见状不由得暗自摇头，忘情上人当真是被男女之情蒙蔽了双眼。江灵儿此时的表情细节已经直接出卖了他，可是忘情上人竟然完全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果然呢，沉迷美色跟上头一样可怕。江灵儿几次摁住这一壶酒，表情有些犹豫，但还是给忘情斟了一杯酒，低头抿嘴，不敢多看，明显的做贼心虚。怎么了？忘情上人将酒杯端了起来，柔声问着。有什么难言之事吗？那个，没什么，你喝吧。好。忘情上人将酒杯端起来，那双眼睛注视着江灵儿。根据李长寿估计，此时忘情上人的眼睛中应该自行加上了柔光特效、塑形特效。美白倒是不用说了，小师祖虽然穷凶极恶，但也是肤白貌美的。那酒杯被缓缓送到了忘情上人的嘴边，忘情上人毫不犹豫就要品尝。等等！江灵儿突然一声轻呼，忘情上人禁不住眨眨眼，眼底略带疑惑。怎么？我没怎么。江灵儿的嘴角略微抽搐，轻咬银牙，叹道：行吧，我果然还是不能对你做这种事儿。这酒里面我下了药。忘情上人略微皱眉，江灵儿低头撇嘴，眨巴眼，低声说着：我是觉得咱们两个重归于好已经10多年了，也该继续向前迈一步，找一找咱们当年也没迈出的那几步。他抬手理了理自己耳旁的发梢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只有一句：你懂的吧。忘情上人洒然而笑，问道：这是什么药啊？我搞来的情水。江灵儿倒是讲义气，没有出卖自己的小徒孙，抬手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据说效果超强。忘情上人哑然一笑，手中酒杯一扬，在江灵儿那一声轻呼中，仰头一饮而尽。忘情上人放下酒杯，深情款款地看着江灵儿。灵儿，我不善此道，只会修行，很多时候不能对你关心到圆满。接下来该如何，你教我可好？这个……江灵儿脸蛋顿时红透了，支支吾吾了一阵。这个我也不知，大概先等药效发作吧。善。忘情上人郑重地点点头，而后两个人坐在柳树下，四目相对，静静等待。片刻之后，要不多喝点儿？江灵儿弱弱地问了一句。忘情上人摸着下巴沉吟一声，缓缓点头，将酒壶拿了过来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又片刻后，有感觉了吗？江灵儿纳闷地问道。忘情上人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干脆将那壶酒拿起来一饮而尽。酒壶落下，两个人四目相对，江灵儿俏脸通红，忘情上人却是极度的正经，盘坐在那儿努力找寻着药效。如此又过了半个时辰，树下的两个人面面相觑，一旁的忘情上人已经开始闭目自查，看自己是不是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什么隐疾。
草屋中，灵儿禁不住笑出声来，小手捂着嘴，在椅子中缩成一团，不断地颤抖着。旁边的李长寿额头挂满了黑线，瞪着树下的这一对老神仙眷侣。什么鬼啊？忘情上人对这种事儿真的就一点都不懂的吗？难不成这位上人的悠悠岁月完全是一门心思修行，根本就没有开过小差，也没有用仙识探查过门内修为低的道理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可是看忘情上人这个表情，这个眼神，感受着忘情上人竭力运转的仙力，搜寻并不存在的情水药效，李长寿当真是想象不出来，这会是一位9个徒弟能出5对道侣的老神仙啊！大法师在上，该如何告诉忘情上人，拉手手是不会有小宝宝的？李长寿禁不住呻吟一声，对当前的局势略感无力。我总不可能直接传声暗中指导吧，那因果可就牵扯太大了。忘情上人带着几分疑惑，在黄昏时离开了小琼峰，江灵儿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李长寿和灵娥的藏身之地。李长寿自然不能说破自己给的是假药，就笑着解释，可能是忘情上人的修为太强了，他一个小弟子炼制的丹药有些效力不够。江灵儿仔细地想了想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趴在了灵娥的床榻上，又想起来趴着对自己十分不利，又翻了个身儿。所谓洪荒咸鱼，大概也就是说的我这般了吧？李长寿问：师祖，您接下来想如何？既然已经确定了忘情上人的心意，倒不如乘胜追击，此事宜早不宜迟。怎么乘胜追击？江灵儿无力地回答着。这种事儿总不能我一个女子主动教他。再说本师祖也没什么。哎呀，算了，这事儿越扯越乱，先就这样吧。李长寿有些欲言又止，旋即决定还是从忘情上人那儿入手，对这师祖做了一个道揖，告辞离开。夜幕降临，李长寿驾云回丹房时，也在不断地思索此事，带着几个学术方面的问题。李长寿将心神归于龙宫喜宴上的指导人，睁开双眼，看向了一旁的月老。天地姻缘都归这位老铁管，且问一问月老有没有一些知识普及的妙招。结果传声一问，月老也是有些懵。海神道友，月老传声回答：小仙只管撮合，不管撮合之后的事。这个生灵繁衍之大事，如何用教的呀？李长寿苦笑道：行吧，此事当我没问，多谢道友了，我继续想办法。月老纳闷，道友可是在撮合谁与谁？不错，是我的2个朋友，一个比较单纯，一个十分单纯。2个人凑在一起，说的都是修道之事，谈的都是长生如何，当真是有些难办呢。月老笑道：道友，若是一味追求这些，反倒是落了下乘。道侣本就是陪伴修行之伴侣，既已修仙超凡脱俗，这个何必非要如此在乎此事呢？若是不想有子嗣，其实不必多求什么，这样也挺好。李长寿拱拱手：多谢月老教我，虽然没什么大用。当下李长寿陪着月老与几位天将喝了几杯酒，也搞不清楚这已经是第几桌了，面前依然是满满当当的海鲜海味。李长寿心想，没带灵力过来，当真是可惜了。稍后，李长寿再次分心他处，在地下密室中的本体摊开了一张纸，努力回想着自己上辈子接受过的普及教育，柔和洪荒话说一半的特色，
开始编撰给忘情上人的宝图。半夜过后，大功告成。李长寿停下笔，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热汗，稍后经由九巫师伯之手将此物献给忘情上人，就不必担心后面之事了。为了怕惹来因果，李长寿只是将上辈子跟各位老师学来的18般武艺露出了大概1成。嘿嘿。正当李长寿想收起笔墨，突然又想到了什么，嘴角露出的笑容带着几分恶趣味，提笔为这套马赛克之图写下了4个小字：新婚宝录。随之李长寿放下了自制的毛笔，伸展了一下筋骨。他刚要用仙力将自己辛苦创作的宝图封存起来，眼前突然闪出了一道金光，一缕微弱的天道功德之力直接落在了他的元神之上。李长寿禁不住愣了，低头看看这张图，再看看自己那增加了少许的功德储备。不是，这也行？天道老爷莫非是在暗示我，将这个东西扩散出去，就会奖励更多的功德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这个东西成熟的因果着实是太大。李长寿摇摇头，在这张马赛克之图最后写了一句：月后即焚，勿与外知，核心突出一个稳字。反正天道老爷撒下来的功德又不可能强行收回去。有时候1000个谎言不如一句真心，虽然1000颗真心也可能敌不过一个套路。在富贵儿上人启蒙的这件事上，李长寿仔细的斟酌，细细谋划，发现无论是用什么借口让九巫师伯去献图，都不如直接将这件事告诉九巫师伯，拉九巫师伯下水。